人造卫星怎么讲啊？ satellite 啊，怎么写 missile？这个我就，而且最后一句话那才是经典。假如有问题，请找阿波波跟消防队来处理。这个事情显然不重要，因为很重要，要跟你讲3遍，他只发布2遍，是不是不够重要？我不知道。但是呢，里头的遣词用字显然不理想。我经常在纠正蔡英文总统每次都在那讲说那是卫星，但是呢，精准的讲法是 rocket 啊。国防部曾经有正式发布新闻说，他们发任何的消息绝对用中国大陆，而不是会用中国，显然是遭受到政治的高层压着国防部的脖子去做这个事情。我们的国防立委啊，不是领空，没有危害，为什么要拦截？为什么要发警报？那为什么卫星飞过太空要飞警报？所以今天用这个芒果干，你就可以猜出来，他真正中意的是谁，理的是谁，护航的是谁。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现在发射一个卫星，发国家级警报，我还收到2次。对，你还讲说是飞弹？不我讲，这是我的会惊台湾人的哦。这是我的口误。你看它的英文叫 Air Raid Alert Missile Fly over Taiwan Airspace Beware。Missile 是 satellite 还是 missile 还是 satellite？ 人造卫星怎么讲啊？ satellite 啊，怎么写 missile？ 这个我就你写飞弹呢？你以为台湾人都不懂英文？这个错误的话，我们要来更正，错误马上更正。今天为了张老师要卷土重来，好久不见，特别发布国家级警报，让大家知道张老师要回来了。所以今天真的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呢，中国卫星穿越台湾南部上空啊，请各位注意啊。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让我来为各位说一下，我们国防部来掌握的时间晚了1分钟，因为它是下午3点03分就要发射，这些稍微有点差距，大家可以接受。但是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国防部总共发布了2次的国家级的警报。但是呢，这里头之中就是闹了几个让人觉得不能接受的这个事情。第一，这个事情显然不重要，因为很重要，要跟你讲3遍，他只发布2遍，是不是不够重要？我不知道。但是呢，我要在这边要跟各位报告，里头的遣词用字显然是并不理想，因为它是 satellite fly over 台湾。现在蔡英文总统出来说是他这个不应该是用 missile， 而是satellite。抱歉，我认为用 missile 是对的，因为太空的火箭是 rocket， 它用成 missile 跟 rocket 2者，一个是有导引，一个是没导引。但是呢 ，missile 会让大家就想到军用而且是对着瞄准的 missile。但是呢，太空的火箭应该是用 rocket。所以呢，他说那是卫星用 satellite， 其实那个是搞错了。这个我经常在纠正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这个英文，我们这个都是这个英国去念博士。这个他每次就在那讲说那是卫星，但是呢，应该精准的讲法是 rocket space rocket fly over Taiwan airspace 的。对不对 ？But is 的这个就是在怎么样大气层外 ，out of the atmosphere 这个，然后呢，他在这个地方觉得很奇怪。假如今天真的是有危险，而且发送国家级警报，是必然是对我们产生危险。那请问一下，我们战机有没有紧急起飞？飞弹部队有没有这个提升战备？我们的舰艇有没有紧急出港？地面部队有没有迅速集结？有没有迅速请3军统帅进入衡山国家的这个就是作战指挥中心坐镇指挥？答案是没有。结果呢是国防部发警告，而且最后一句话那才是经典，你知道，就是报请警消人员处理。假如有问题，请找警察波波跟消防队叔叔来处理。
我是觉得啊，这个国防部也真是无奈。我为什么呢？讲说国防部也是无奈，因为国防部曾经有正式发布过新闻，说他们发布任何的消息绝对用中国大陆，而不是会用中国。对，所以呢，今天这个东西呢是事后在17分发布一次，在18分发布一次，显然是遭受到某一个国防部体制以外的这个压力。压着他，而且呢，已经列了稿，叫他来写。所以这个英文不好国防部实在是非常冤枉。因为后面署名虽然是国防部，但我知道我国军的同僚绝对不会那么白目，而且呢，只有那个脸上会露出一抹很诡异的笑容的那个蓝人才可能会把 Rocky 变成 missile。你知道，确实这个 Rocky 在飞航的过程之中，很可能会失效，可能会坠海。而假如是多级火箭，也有一个坠落的区域，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任何太空这些就是航太的活动，必然都是存在风险。但是呢，我们必须要了解，今天是这个长征系列火箭第506次的发射，而西昌这个太空中心发射，经过台湾海峡的北部跟南部，像太原假如要发射的话呢，会经过台湾海峡的北部也发生过，这个以前也有多起，但我们从来没有在这个时刻发送国家级警报。但是这个国家级警报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网络社群除了很少数几个极端的同温层在那边相为取暖，然后立刻这个认为芒果干会大卖。但是呢，绝大部分呢，我们发现一个共通的现象，就是一片嘲讽之声，而且呢，各种资料就证明出来，这都是已经预先预告的。而且为什么不知道先发射？有预告不先通报，而且呢，真正发射通过台湾上空17分、18分的时候，才把它这个马后炮讲说已经飞越这个南部上空。但是我实在要为国防部的袍泽在那边叫冤。为什么呢？因为国防部的拟稿绝对不会用中国2字，必然用中国大陆，因为那有一个标准的这个书写的规范。只有政治的高层压着国防部的脖子，叫他非要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很冤枉的。蔡英文总统呢，现在已经出面去说明致歉，国防部呢也出面去说明致歉。可是你知道，为了这个英文错误，会逼着能够有谁，大家动动脑筋，有谁有那个本事叫蔡英文总统立刻出来澄清，而且叫国防部立刻出面致歉？这个人是不是只看英文的？而且又有那个本事叫他立刻出来澄清，让这个卖这个就是芒果干这个去贩售亡国感让那个一抹神秘的微笑没有办法笑得出来的又是谁？老师，芒果干真的出来了，你看中共卫星飞越台湾，蔡英文说总统在这里会保护大家。卫星飞越台湾是一天到晚卫星会飞越台湾，但是呢，那个是火箭太空火箭飞越台湾，所以用 missile 跟 rocket 相近只是字词挑选不太一样而已。但是呢，其实并没有讲错英文也错的不太严重。但是你说卫星飞过太空，抱歉，那个那个太空的火箭要能够入轨之后，最后一节才会脱离。是太空飞领空，那时候我跟老师有聊过大家还有印象吗？有印象可以刷777有没有？这谁发的？这王定宇有没有？我们的国防立委不是领空，没有危害，为什么要拦截？为什么要发警报？很好。那王定宇现在那个麻烦请他再出来，你说对不对？那为什么卫星飞过太空要飞警报？对嘛？所以我就跟各位讲，你只要想。为了这个英文的用词而出来，要逼着这个人我们蔡英文总统要立刻来说明，要国防部立刻道歉，究竟有谁这个本事，对不对？对，国防部道歉这边给大家看一下你只要去想通这一段事情，你说国防部假如要道歉，我强烈建议他应该发第3份的国家级警报。对啊，他现在只有在新闻发言下午多次发布国家警报，卫星火箭当飞弹，国防部道歉那国防部怎么说呢？他说
因为示警中共卫星火箭飞过台湾南部上空，但信息英文版将卫星以 missile 飞弹之名表示为同步更新原系统用字，精确表达发射物品系卫星而非飞弹，向国防部大众致歉。所以这就是刚刚老师所说的。我讲啊，这国防部很冤，国防部不会发这个信函，国防部不会去找这个麻烦，必然是国安高层啊，国防部真的是啊。我只能讲说，我的袍泽又将那又大又圆又黑的锅子背在了身上，你知道？但是他今天之所以会干扰啊，卖芒果干，你就可以猜出来，他真正中意的是谁，他真正挺的是谁，而且真正护航的是谁。所以今天用这个芒果干，我们其实也可以测试出来你知道那个真正默默不讲话的人，他真正的希望的是能够稳定海峡两岸情势的人，而不是在搞这种飞机的人。但是可恶就在这里嘛，就是这一种根本不能讲的话，我们的国家机器是完全权柄被民进党政府操弄的。老师，我觉得老师刚才有点到一个重点，国防部被死赶鸭子上架，刀架在脖子上，逼着你要做这种事情然后最后还得国防部出来谈，背的那个又大又圆又重的大黑锅嘛。对嘛？而且关键大家想国防部还道歉，还拐一个弯。刚才老师一直在强调那个英文的字词嘛，你这个道歉根本就是拐一个弯嘛，就是英文版未明知，其实你整个警报就有问题嘛，发射卫星为什么要警报？就他的道歉不是说因为卫星我们发警报，这不对，他是因为我用错英文字词来所谓的警报。它代表一件事情嘛，他还在拐着弯说，我讲的是对的，我恐嚇你是刚好的不是那个最错的地方就是 air raid alert， 那是空袭警报。对，但他说他们认为说他们错的是 missile。对，但是他真正错的，他不是空袭。对，懂不懂？